視頻開始前，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們平時買平板的預算是多少？你看這一台聯想的新平板，2000元價位，要放在 iPad 裡面，那連起步價都難夠得上。但它還真搞出了一些不一樣的東西，那就讓我們來看看聯想平板小新 Pro 13到底有啥特別的。用了这麼多的平板，聯想的小新總給我一種和其他安卓平板不太一樣的感覺，尤其是它的系統。也許因為聯想是做 Win 電腦出身的，所以連帶着平板也有一股子 Win 味兒的。一般平板連鍵盤，頂多是想臨時打個字、辦個工。你看果子寧可把 A18 Pro 給 MacBook， 也不給你 iPad 一個好用的電腦界面。聯想呢，接上鍵盤就會切到 PC 模式，進去之後，你看這個底下的開始欄，這個桌面的軟件布局，不說和 Win 大差不差吧，至少也是一模一樣。打開軟件的時候，也是類似 Win 那樣的窗口，小窗的大小比例都可以像 PC 一樣隨便拖拽，哪怕是縮到這麼小也可以。平時上網課的時候，這裡掛個慕課，這裡再記個筆記，這裡再刷刷微博，最後我再放個微信，隨時聊聊天。而且這一代升級到13寸之後，鍵盤也大了不少，碼字的體驗比11寸的時候好了不止一個級別。這個鍵盤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AI 鍵，按一下輸入你想要的東西，瘋狂星期四文案，然後再按一下這個鍵，它一下子就出來了。最關鍵的是，它只要能打字的地方都可以用，包括遊戲裡面。哪個瘋狂星期四的文案？還不只是這個電腦模式，聯想平板的小窗也很 PC 思維。其他安卓能掛小窗的，一般也就只讓你掛2嘛，聯想這直接讓你開了一堆。哪怕整個界面可能已經卡得不太優雅了，但只要你想開，它就敢讓你開。而且它的應用分身最多可以開4個，加上軟件本體，那就是5個。真有人在一個軟件上面有5個賬號嗎？系統上這一代主打一個縫縫補補，現在各家都開始對接蘋果，聯想肯定也不能落下。超級互聯也可以和 iOS 互傳文件 ，iPhone 上的照片啥的，點一下就丟到平板上面了。我這邊拍的照片，反手就可以拖到 PPT 裡面，那還要文件傳輸助手幹啥呀？連電腦也一樣，甚至功能更強，也更簡單，不一定得是聯想的電腦，直接在微軟的应用商店就能下載。連上之後，電腦上面就会有一個文件中轉站，圖片。文件、複製的文字都能用這個互相同步，甚至連平板上面的應用也可以流轉過來，最多可以同時顯示5個應用。有這玩意兒，電腦上還裝啥安卓模擬器啊？我直接就是真安卓。但這還不是全部，它甚至可以用來當電腦的無線副屏來用。接上之後，在 Win 設置裡面就可以看到，你甚至可以直接把這個軟件拖過去，用觸屏來直接操作。除了本體的升級，這一台小新配套的手寫筆也更新了。先來看一下筆尾。沒錯，它可以倒過來當橡皮擦，非常符合直覺。寫字的時候也會根據不同的筆刷模擬出對應的震動還有聲音。因為是筆裡面的馬達，你甚至會感覺到屏幕有點紙張的粗糙感。而且它不僅模仿鉛筆，還學圓珠筆，在任何界面按下去，筆會震動一下，這裡還會跳出來一個小圖標，然後就可以直接在屏幕上面寫畫畫。寫完之後點個保存，就會自動生成一張圖片，保存在相冊裡面，完全就是傳統筆的邏輯啊！以前我上課的時候就老愛按圓珠筆尾巴上面的那個按鈕，咔嗒咔嗒的很解壓，好幾次差點被同桌暴打，這下夢回校園了，屬於是。這把筆配上聯想的智慧文檔，還能有更多的玩法。就比如說遇到看不懂的內容，直接圈一下，畫個問號 ，AI 就會跳出來幫你解釋。遇到沒看懂的外語，手寫筆圈出來也能幫你翻譯。文章看到了重點，直接畫下來，它就會自動把這一段文字收藏進你的便籤裡。複習的時候，直接點一下旁邊的超鏈接，還能跳轉到對應的位置。這給我的感覺就像是以前我會在小便利貼上面寫上重點，然後貼在書頁邊上一樣，只不過現在已經完全數字化了。給你们看個很有意思的，假如我們在這裡畫重點的時候，在後面畫一顆五角星，那它的便籤裡面也會跟着出現一個五角星。那如果我在後面給它畫個愛心呢？它也能識別得到。但有點可惜的是，現在就只支持這倆圖案。要是我是產品經理的話，就直接在這裡加個 AI 識別，你畫啥我就顯示啥圖案。這一次的聯想平板小新 Pro 13用的是一塊13英寸16:10的屏幕，這個大小也是目前同價位比較大的。要知道我平時用的這一台 MacBook 也就只有13英寸，當然啦，屏幕大歸大，但要是摳摳搜搜的給你一個60赫茲，那這屏幕再大也
還好聯想的科技沒有被質子鎖死，這塊3.5K 分辨率的屏幕，最高刷新率給到了144赫茲，亮度也有857尼特，還支持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。哦，对了，還有一个很影響觀影的小細節，它的鍵盤和保護套是可以分開的。平時看視頻下飯的時候，就只需要拆掉鍵盤，保護套還可以留下來當支架，完全不會礙手礙腳。住過學校宿舍的小伙伴一定知道，宿舍的桌子面積有多寶貴，鍵盤有多不耐髒嗎？回過頭再來看一下外觀，這一次的小新 Pro 13在外觀上面沒有做太多很複雜的設計，磨砂的背板加上小小的聯想 logo， 邊框雖然是直角，但做了圓弧過渡，也不會割手。角落的攝像頭也非常克制，只有一點點圓弧過渡。據說這個設計靈感是來自琥珀滴在石頭上面的感覺，沒有凸出來很多，放在桌子上也不會特別的蹺蹺板。電池給到了10200毫安時，最關鍵的是還有這個次世代黑科技 TF 卡槽。性能方面用的是驍龍 8S Gen 4，算是25年的次旗艦芯片，在這個尺寸和價位段的平板，能和它掰手腕的應該沒有多少了。所以性能方面不用有啥顧慮哦。我拉去測試了一下，畫質拉滿了原神，30分鐘須彌城跑圖，平均也能跑到59.9幀。王者就更不用說了，一局下來15分鐘，平均143.6幀。而且因為是平板嘛，整體溫度都控制得不錯，熱量主要在上面這裡，玩起來燙不到手。總結一下，這一次的小新 Pro 13圍繞着學生做了大量的針對性開發，智慧文檔、超級互聯以及全新的手寫筆，甚至它還是行業首發，端側一鍵部署天璽 AI Pad Cloud 的 AI 平板。聯想用一個比入門稍高的價格換來僅次於旗艦的硬件，把成本花在大屏、高刷、高分辨率，甚至是外星科技 TF 卡槽這些讓人感覺更加明顯的地方。這樣的選擇會不會更加吸引到你們呢？那麼好啦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。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的話，記得給我點讚、3連關注哦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鐵力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